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主要讲的是用 Karin 和 Hysteria 2做 VPS。Karin 就像是《山海经》里的早齿，早齿是个长着5-6尺长大獠牙的狠角色。后羿射日那会，早齿就在地上祸害百姓，后来被后羿一箭射杀。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早齿要后羿亲自出手？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够能藏、够能打、够难搞。这就像是 Karin 这个 app 装在你的设备上，就跟早齿躲在沼泽里一模一样，看不见找不到。 Hysteria Version 2 也就是歇斯底里的第2版，它是有英文文档也有中文文档的。点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去到它的 GitHub 仓库。它就像《山海经》里的羲和，羲和是帝俊的老婆，生了10个太阳，每天会在甘渊里给太阳洗澡，然后一个个送上天。这就像 Hysteria 2， 这个协议跑起来就像羲和驾车送太阳一样，快稳不堵。这是他自己讲的，他官网说的是速度快抗干扰。视频推流机制，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 Karin。 你是可以直接从他官网下载的，也可以点一下 GitHub 到他的 GitHub 官网去，在这里也能下载。它最新的版本是 1.2.21.2409。 向下拉，它这里是有中文解释的，而且它基本支持所有的协议，对系统的要求也不是很高，界面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可以添加分流规则。但是 GitHub 的话你有可能打不开，如果打不开你就直接从官网下，在官网直接点一下download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选择对应的系统，它这里也能支持鸿蒙的系统啊。然后点一下下载稳定版啊，下载就能安装，安装就能用。我们安装好了再继续。在 Mac 上的话安装也很容易，就这样拖进来就好了。打开 Karin 的软件，点 Open， 打开以后这个是必须接受的协议。接下来是选语言啊，选你自己需要的语言，然后点下一步。这看你自己的喜好，我想找一下有没佛得角，这里有佛得角，选个佛得角吧。总而言之，国家和地区就是选一个你想要的国家和地区。关于分流设置的话，目前先是默认，不要做改动，直接点下一步。关于新手模式直接关掉，因为你可以在它 GitHub 的官网上看到，它的界面其实并不复杂，也就这么些东西。新手模式无非是一个简化版，这个界面已经很简化了，没有必要再简化。然后点完成，点完成之后会弹出快速使用的一键起飞教程，基本上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教程走一遍。那根据它在这里的教程，主要就是要添加配置，打开系统代理，启动 App， 使用这个闪电按钮测速，主要就是这么几个步骤。点一下这个小箭头的按钮，这就是 Karin 的主界面了。这个就是运行时长、链接、流量、速度，这些都很好懂啊。如果你想看到一个简化的界面，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齿轮按钮，把新手模式打开。但是这个界面已经并不怎么复杂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开新手模式。首先就是要添加配置，点一下添加配置。现在需要一个链接，上一期的视频就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的链接，我们就继续使用这个链接。点一下订阅分组，点一下分组设置，是这个，双击一下上一个的分组，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关掉。在 Karin 里点一下添加配置链接，把刚才复制的链接粘进去，然后给一个自定义的备注，这备注你自己看得懂就行了，其他的话就都用默认。点一下打勾的按钮进行保存，点确认，点小箭头按钮回到主界面。回到系统主界面以后，你可以在我的配置底下看一下刚才配置的这个信息，点一下这个小箭头的按钮回到主页。如果你想继续配置其他的链接，可以再点一下添加配置，再点一下添加配置链接，粘贴链接给备注，打勾，点确定，点小箭头回主页，点击打开代理，
代理打开以后，点一下右下角这个箭头，随便选一个节点啊，然后点一下连接。在 Mac 里面会有一些系统设置要做，我们就按它这个提示一个一个做一下。根据工具的要求，我们先来到这个 Privacy 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设的，感觉没有什么东西要设。然后再到 General 这边，在 Login Items and Extensions 点一下进去，向下拉 Karen 已经在这里了，那就没有什么要设，把整个 Karen 关掉，然后把 Karen 删掉，然后打开 Apple Store 找一下 Karen， 然后从 Apple Store 把 Karen 下下来，下下来就是安装好的可以用的。再次打开 Karen， 它原来的配置都还在啊，但是这一次就没有弹出原来要求的一些奇怪的配置了。点一下我的配置，把这些用这种小箭头打开，然后用这个闪电符号检查一下延迟，速度很快啊。下面这些也是用闪电图标检测一下速度，这些速度还行啊，属于可用的状态啊。点回头的箭头，打开代理，代理开了以后，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箭头，选一个比较稳定的链接，这样就可以用了。你要测速的话，可以到配置里面，刚才速度都已经测过了。现在来看一下分流。一说到分流，好像很多小伙伴觉得比较复杂，它实际上没有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要访问 ChatGPT， 你准备把多少资源分给 ChatGPT， 这个就是分流。在 Karen 里面分流也很简单，点一下分流，它主要就是2大块，一大块就叫做分流规则，点进去看一下。那如果你是直接是苹果的呢，那它自己就有一个默认的直连，我是已经直接连上了。下面这几个其实是分组，点一下小箭头回头，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下面这3个实际上和这个 rule set 是一样的，这个是管网站的，这个是管 IP 的。ACL 是什么呢？ ACL 就叫做 Access Control List， 讲白了就是它来控制这个访问谁能来谁不能来。那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你想直连 GitHub， 在 rule set 直连下载底下点一下这个打开就可以了，点一下小箭头回头，就是这么简单。在 Karen 里面大量使用了图形界面了，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再说一下分流是什么，分流就是让专门的资源去做专门的事。就比如说有很多 AI 的资源，或者说是 AI 模型的折扣吧，但是它必须是使用印度的节点才能够实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一个特定区域的 IP， 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的需要。你点一下这个分流规则，你会发现基本上我只是使用了一个默认的苹果直连，其他什么都没有，因此创建特定的分流组就成为了一种必要。但是在 Karen 里面这个还不错，因为它是有图形界面的，避免了要写大量的洋文件或者是追审文件。要创建分流组也很容易，你点一下这个小铅笔的按钮，在这3个点的地方点一下，这里有2个添加，第一个添加就是自定义分流组，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比如说 try one， 点确定，这样就会有一个自定义的分流组了。再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你会发现为什么这里会有2个添加。第二个添加是添加预置自定义分流组，这个是一开始Karen 就已经给你准备好的。就比如说广告拦截，这个最好要打开，这个 OpenAI 的 GitHub 的这些你觉得常用的最好都要打开，没有必要的就可以直接关掉。好了以后就点一下这个勾，这样这些就会出现在这里。当然不仅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定义的分流组，点一下回头，在这里你会看到添加的自定义的分流组都在这边了。它的提示也讲得很清楚，分流组是从上到下执行，如果什么都没有就会最后转到 Final 这个地方。点一下 Final， 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就是指挥你自己定义的那些链接了。点一下回头，再点一下，你也可以在分流底下，在这个自定义自动选择底下点一下加号，在这里比如说给一个名字叫 try to， 然后点确定，在这里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的分流组。
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组和刚才我们创建的在里面的那个分流组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它是在外面。这样就是说你可以在外面直接就可以自定义这种分流组，它和在里面的这个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回头点一下这个，因为我们会在里面设置，外面这个不要就点掉。回头进分流规则，在分流规则里面点一下小铅笔的按钮，点一下刚刚创建的分流组，也就是这个叫 try one 的。在分流组里面，我们开始配置刚才这个分流组，这个叫做 try one 的分流组。点一下 try one 的小箭头，在这里是有一些选项的，比如说当前选择、自动选择、直连拦截。自定义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分组本来就是自定义的。那你随便先选一个，比如说选一个这个吧，那这样它就会专门使用你提供的某一个专门的链接来进行连接。然后点一下小铅笔的按钮，我们调一下顺序啊，长按一下这一个你选中的分组，然后移动它，一定要由内而外啊，点回头。但是这个依旧还体现不出分流的真实作用啊，点一下小箭头，在这里自定义一个自动选择，点一下就会进来，在这里点一下，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比如说叫 try 2，点一下确定就会创建一个分组。这个分组刚才是被删掉，但是现在发现它其实可以多选，点一下这一个小箭头，比如说这一个组里面有好几个都是日本的节点，点一下活动的都会被选中，点一下打勾，回头点一下分流规则，按它这里讲的执行顺序是从上到下，最后什么都没匹配到就会进到 final 这个组啊。点一下这小铅笔的按钮，我们现在做一下，比如说要连 OpenAI， 向下拉，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由内而外啊。点一下回头，在 OpenAI 这里点一下，打开自定义选择，你就可以选中你自己创建的这个分组了。做这个的例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以后如果你 OpenAI 需要 ChatGPT， 它就会专门走这条线。那怎么验证呢？点一下三角按钮，回头点一下分流规则嗅探，比如说我们要测试 ChatGPT， 你就把 ChatGPT 的网址连进来，然后点嗅探，然后你就会发现规则就是刚才我们要的自定义的规则，分组是 try2， 也就是我们自定义那个分组，点三角回头。另外比如说如果你想让特定的分流组去访问特定的资源，应该怎么做呢？在分流规则底下点一下小铅笔，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添加，比如说给一个新的分流组叫 try 3，点确定，长按依旧是要记住由内而外，然后点一下新的这个分流组的三角这个按钮，我们要的是这个 building 的规则，也就是内置规则啊。继续点这个三角的按钮，比如说我们要 Instagram， 你就输 Instagram 搜一下，然后把这些全部都打勾，然后把这个勾点一下，再点一下这个勾，这样就保存退出了。点一下这三角的按钮，回到上一级，在 try 3这个分组点一下这个小箭头，你会需要选择一种连接方式，因为我们就是要连自己嘛，所以就选直连。好了以后点三角这个按钮，我们来测试一下，点一下分流规则探测，这一次我们要的是 Instagram， 点一下探测，好的，它走的就直接是我们定义的那个分组方式，就是直连。那 Karin 从使用到分流规则设置就基本都讲好了，点一下三角继续回头，你要使用的话就是把代理打开，这个按钮变绿就可以用了。要选链接的话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包括你自定义的分组也在这里，点一下三角回头。如果要测速的话就选一下我的配置，打开，点一下这个闪电按钮，速度还是不错的，点一下这闪电的按钮，不错啊，现在基本全部都通了。现在开始看一下 Hysteria 是对于不稳定的网络比较好，因为它自己官网讲的。
看干扰比较强，它是有中文文档的，你可以点一下中文文档，直接看中文文档。它这里的标题就已经把它的优势讲得非常清楚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一个 Hysteria 的 VPS。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而且也会知道我之前就已经部署过一个免费的服务器。当然，更之前我还部署过很多个免费的服务器。因为要 Hysteria 就一定要有一个免费的服务器，免费的服务器可以，不免费的也可以，你需要一个服务器。如果要看 3XUI 做 VPS 的，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主要讲的其实就是 Amazon 的免费的服务器。当然，你用 3XUI 做也可以，你用 Synbox 来做也可以，歌盒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那我就直接开始连上一个服务器了，也就是 Amazon 的那个云端的服务器。直接在终端里面用 SSH 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你有工具也可以用工具来连，这个都没有太大关系。喜欢命令行的话就直接用命令行，反正这个都是看大家喜好的。按一下回车，这样就连进来了。因为用的是雾斑图，所以先用速度矮转到 root 权限上，清一下页面。连上以后，用 XUI 的 status 命令看一下它目前的状态。看到它是在运行的，也就是说你至少要看到它还活着，不然怎么连也连不上了。然后开一个新窗口，主要是要把上一次 3XUI 的面板链接连进来，按回车。进来以后，把面板的用户名和密码输入一下，点 login。有新的版本了，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那有的小伙伴会比较好奇， 3XUI 的面板的订阅链接不应该是 sub 吗？为什么是这个？实际上是在安装 3XUI 的过程中，因为使用了默认的设置，所以它把订阅链接的 URL 加密了一下。那如果你想改的话，你就在 Panel Settings 底下点 General， 然后在这里自己改一下，点保存，点 Restart 就好了，我就不改了。我们主要是要来设置歇斯底里，点一下 Inbounce。进到 Inbounce 以后，就可以看到上一次我们配置的这一个链接，但这个不是重点，点一下 Panel Settings， 点一下 General， 在这里把语言改成中文，然后点一下重启面板，点一下重启面板，这样就变成中文的了。然后点一下录站，点一下添加录站。备注的话，给一个自定义的备注吧。协议的话要选一下，这次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Hysteria， 点一下安全。伪装页的话，可给可不给，最好是要给，但这次我们为了快速出结果，就暂时先不给。然后向下拉，证书要有一个，点一下从面板设置证书就会有。如果你需要 ECH， 就点一下获取新的 ECH 证书，这样好了以后就点创建，我们新的一个链接就创建好了。然后点一下客户端，点一下添加客户端。邮箱的话，它反正会随机生成。我们要在光临路站这里选一下。这次我们要选择新创建的这一个 Hysteria 的链接，也就是这个 Hysteria 的路站规则，点创建。创建好了以后，点一下这个二维码，点一下这里有一个复制按钮，复制好了以后打开工具，在工具里面直接粘贴，它会创建一个新分组，然后点一下订阅，然后点一下更新订阅。Hysteria 的节点就在这里了，点一下订阅分组，点一下分组设置，双击一下最新的这个分组，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不给也可以，点一下确定，擦掉退出，选中 Hysteria 的链接，测一个速度，这个延迟是相当不错啊，这就算是速度很快了。这一期先讲了一下 Karin 的用法。它主要是胜在简单易用啊，有图形界面，协议兼容很多，设置也很容易。然后讲的是歇斯底里2，心是很多的。那它的好处这里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